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近日，苹果正式宣布了新的 Apple 特别活动，活动时间为5月7日。本次活动以 Let Loose 为主题，采取线上方式举行，届时将在苹果官网同步直播。与往年相比，苹果今年发布新品的节奏有些出乎意料。苹果此前通常会在3月底或者4月初举办特别活动并发布春季新品，但今年苹果先是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直接更新 MacBook Air 产品线，发售了13英寸和15英寸的 M3 MacBook Air， 然后又官宣5月举行特别活动，打破了人们对苹果产品迭代的固有认知。突破常规往往意味着惊喜。从苹果官方发布的宣传物料来看，有6个新 logo 和一段动画，主 logo 上有明显的 Apple Pencil 元素，这很有可能是苹果发布第3代触控笔 Apple Pencil 3的明显信号。除此之外，另外5个极具设计感的 logo 均以笔刷为主题，可能分别对应着不同型号的 iPad 新品。毕竟 Apple Pencil 也是 iPad 的配件之一，以 Apple Pencil 3为轴，维系全新 iPad 产品线，听上去也挺合理。不出意外，此次苹果 Let Loose 活动的重点将是新一代 iPad 硬件和配件，比如大家期待已久的史上最大尺寸 iPad Air、OLED 屏 M3 iPad Pro 以及 Apple Pencil 3等。特别活动的主角自然是沉寂了一整年的 iPad 产品线了。根据爆料，苹果将在本次活动发布新款 iPad Pro 和 iPad Air， 其中新版 iPad Pro 预计搭载 M3 芯片，拥有11英寸和13英寸2种屏幕尺寸，同时可能对后置摄像头模组及 Face ID 摄像头进行调整。iPad OS 17.4 中关于 Face ID 的代码强调了 iPad 在设置 Face ID 时需保持横向。iPad Pro 作为目前唯一配置 Face ID 的 iPad 产品，将大概率配置横向 Face ID 摄像头。此前苹果为了增强设备在横屏状态的使用体验，将第10代 iPad 的前置摄像头改到侧面，相信此次 iPad Pro 的改动也是出于同样目的。除此之外，新款 iPad Pro 将首次采用 OLED 屏。据业内人士透露，苹果即将发布的新款 iPad Pro 平板电脑将采用双层串联结构的 OLED 显示屏。LG Display 供应13英寸的 OLED 屏幕，而三星显示则供应11英寸的 OLED 屏幕。有了 OLED 屏幕加持，新款 iPad Pro 亮度、色彩等显示效果将进一步提升，并且厚度也将得到显著改善。MacRumors 分享的新款 iPad Pro CAD 设计草图显示，13英寸 iPad Pro 厚度减少了 1.4 毫米，比现有型号薄了大约 22%。iPad Air 同样迎来了不小的升级，最直观的改变是屏幕尺寸。新款 iPad Air 拥有 10.9 英寸和 12.9 英寸2种型号，直接将 iPad Air 平板尺寸提升到了苹果史上的最大标准，将其称为苹果史上最大尺寸 iPad Air 也丝毫不过分。大屏幕尺寸对消费电子的影响，我们已经在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上见识过了，相信苹果应该是出于销量考虑，才会选择将 iPad Pro 的最大尺寸下放置 iPad Air。核心配置方面，2个尺寸的 iPad Air 都将采用传统的 LCD 屏幕，预计搭载 M2 芯片，其余配置变化不大，除了尺寸增大外，新款 iPad Air 看上去只是进行了常规迭代，升级力度远没有想象中大。考虑到 iPad Pro 在 iPad 产品线的地位，相信苹果的升级重心依然会在 iPad Pro 上。去年 iPad 产品零更新，让苹果丢掉了全球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冠军的头衔。今年苹果选择用 iPad Pro 和 iPad Air 为略显疲态的 iPad 产品线注入新能量，两者虽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但对比越做越好的安卓平板， iPad 在高端平板上的优势正在逐渐缩减。日常影音娱乐方面，性价比更高的安卓平板也能提供不输 iPad 的体验效果。面对以上局势，苹果通过与新款 Apple Pencil 的联动，稳固并吸引有专业创作需求的用户群体，或许才是 iPad 接下来的重点方向。作为本次特别活动的另一主角， Apple Pencil 的更新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对于专业创作的用户来说，无论是有些过时的 Apple Pencil 2，还是严格版的 Apple Pencil， 都难以满足他们的创作需求。因此 Apple Pencil 3来了。爆料信息显示， Apple Pencil 3引入了不同尺寸的可更换磁性笔尖，可以根据用户的绘画需求，提供更丰富的输入选项，进一步丰富用户的绘画体验。设计方面，根据博主 Mac Otakara 分享的消息， Apple Pencil 3外观基本沿用上一代的设计，有可能会缩短长度，令表面更圆润，其余基本一致。另外就是和 Apple Pencil 一样的 USB-C 端口了，适用于所有 iPad。 除了基础信息外，Jeffrey 还发现了 Apple Pencil 3的潜在亮点。在 iPad OS 17.5 的测试版中，多段代码指向新款 Apple Pencil 将拥有一项重要更新，挤压手势，即允许用户通过按压 Apple Pencil 的笔杆表面进行简单交互，使用户能在进行其他操作的同时，灵活添加形状、签名、贴纸或文本等内容。
结合 Apple Pencil 关于在不具备触摸功能的表面上实现交互的新专利 ，Apple Pencil 3或许还能配合 Vision Pro 等混合现实设备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用户通过眼球、手势完成交互的负担。当然，这项功能当前仍处于测试阶段，但照苹果的习惯，可能不会马上应用在 Apple Pencil 3上。即便没有用上新的交互专利，相信 Apple Pencil 3也会给专业创作的用户带来一定惊喜。不过究竟是惊还是喜，还要看 Apple Pencil 3如何定价。Apple Pencil 3本体价格或许还将维持上代的定价，但可更换的磁性笔尖就难说了。Jeffrey 预测苹果可能会将利润点设置在 Apple Pencil 的配件上。不过如果真能给用户带来更多专业创作的便利，即使售价高点，相信也会有不少果粉愿意入手。苹果5月特别活动预计发布的 Apple Pencil 和 iPad 系列产品确实值得期待，但在 Jeffrey 看来，以上产品都不足以扭转苹果当前颓势。之前我们提到苹果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面临的困境，其实不只是平板电脑，就连苹果的核心营收产品 iPhone 也遇到了挑战。市场调研机构 IDC 公布了2024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苹果第一季度市场份额同比下滑 9.6%， 丢掉了去年刚取得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冠军头衔。因此，苹果今年的一切举动都格外引人关注，大家都好奇苹果将如何扭转局势。在 Let Loose 特别活动定档前，苹果就已经宣布了 WWDC 2024的举行时间。不出意外的话 ，AI 将是本届 WWDC 的重点。预计 iOS 和 iPadOS 都将加入全新的 AI 功能。Jeffrey 此前已对 iOS 做过相关解读，这里就不赘述了。至于 iPadOS 如何实现 AI 化 ，Jeffrey 认为可以参考风头正盛的 AI PC。目前绝大多数 AI PC 的 AI 功能都是围绕专业创作和高效办公两个大方向展开的，其中专业创作是 iPad 和 Apple Pencil 的优势所在。如果能通过与不同领域的专业模型相结合，实现更便捷的绘画、音乐等创作，相信会受到不少用户的青睐。这点可以参考联想 ThinkPad 的 AI 专业创作功能 ，AI 智能体与法律、绘画、音乐、编程等专业模型的结合，大大降低了零基础用户的创作难度。如果真能实现 ，iPad 的目标用户群体又将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专业创作用户。苹果 M4 芯片大概率在今年年底亮相，届时搭载 M4 芯片的 iPad 产品又将引来新一轮硬件升级，在 AI 运算核心数、效能及 NPU 数量上得到提升。硬件升级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智能化。苹果在 AI 手机和 AI PC 的进度已经落后于其他厂商，如果能通过 AI iPad 实现弯道超车，将是苹果在 AI 时代的翻身之作。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觉得新款 iPad 系列吸引力如何？有入手的打算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